有你这么给他脱衣服的吗？这么脱怎么了？不是脱掉了吗？你这么拎着他，他不难受吗？你难受不晓得哭吗？你看他哭了吗？如意伸伸手动动腿，苏怀洗哪处就拎哪处，俨然就像在洗一个布娃娃一般。苏怀负责洗孩子，陆瑶便负责穿孩子。你给我穿过衣服吗？我给你脱过，也给你穿过。你给我脱过穿过吗？那你想怎么？给我来。陆瑶干脆全撒手给他。一会儿你负责给我脱，给我穿。陆瑶没理会他，径直走开了。等他去洗漱完回来，你给他穿的是什么呀？不是你拿的衣裳吗？哼，不晓得的还以为你给他裹的是块瀑布呢。他衣裳都穿扭反了，你没发现吗？穿扭反了吗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穿扭反了？你没觉得勒着脖子吗？我没觉得勒，他要是觉得勒，他怎么不哭啊？也是他身子又软又小，衣裳不比大人那么好穿，所以苏怀穿2次都没有穿整齐，就直接囫囵套上了。最后陆瑶还是略略的给如意整理了一下，苏怀就叫嬷嬷来抱他下去睡。急什么？他还没喂呢。为什么？除了喂奶还能喂什么？后面好几个乳娘排着队等，你还怕他没吃的吗？你想怎么喂啊？要不要我来喂？你拿什么喂啊？我拿嘴喂。狗男人就在旁边寸步不离的守着，身上完全找不到一丝丝的父爱。儿子是你要的，现在有了，你怎么又像个仇人一样了？他要不是我儿子，敢动我的东西啊，我都想杀了他。陆瑶收到消息，季无暇已经在来大业的路上了，此刻应当是在海船上面。他放心不下，打算亲自去海港码头去接一接。只是如意带他去不方便，便打算交给苏怀。陆瑶在房里收拾些衣服行李时，苏怀就抱着如意坐在椅子上。他走哪处，父子俩的眼神就一同跟着转哪处，那眼神活像在控诉陆瑶抛夫弃子，独自出去逍遥快活似的。如意的生活你不必操心，饿了有乳娘，冷热了有嬷嬷，你只需要保证她是好的活的。就这样吗？就这样。你只顾你儿，不关心我？你饿了需要乳娘喂，冷了热了需要嬷嬷穿脱吗？至于活着，就更不必他操心了。我需要你喂，需要你穿脱，你不在，我独守空床，彻夜难眠。难道你不该关心我吗？亏的儿子听不懂这些，这狗嘴真是什么都能往外说。你现在是有家有室的人，出门在外要注意点。怎么注意啊？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，要是敢来接近你，我会让人杀了他。再有，你多想想我和儿子，心里要念着这个家。顾家的人哪个不是归心似箭？我这还没走呢。我这是先提点你，以免你出去以后就忘了你还有个家。他眼看着陆瑶收拾好，苏怀就叫了嬷嬷来，把如意递给他。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。陆瑶回头就见他起身朝自己走来，他那眼神看得他心里发毛。陆瑶就晓得，要是不把这狗给喂饱，他是不会放他出这个门了。一会儿要启程，不许脱我衣裳乱我头发。他对此也是经验丰富的，以往在外面时什么地方都来过，完事了以后照样人模狗样的在外行走办事。苏怀，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你衣裳不还挂在你身上吗？是挂在他的身上，只不过衣襟松松垮垮的挽在他的臂弯里，裙摆被捞起堆塑在腰间，他似上瘾了一般，又狂又野。陆瑶感觉桌子都快被他给干翻了，他埋头在怀里，浑身绷紧，非常有力，从他胸口一路啃咬着他的脖子。他太狂浪了，这一纠缠便是1-2个时辰过去了。晚上的时候，父子俩洗漱好了，坐在床上大眼瞪小眼儿。没陆瑶的日子，父子俩谁都不好受。你打算坐一晚上吗？如意也不吭声。后来苏怀躺下了，他才自己摸索着在里侧躺下。主子有何吩咐？随我去接夫人回来。现在吗？怎么，我还要看你方便吗？属下不敢。主子，夫人走前嘱咐让主子照看好小公子，公子还是和小公子一起等夫人回来吧。他要是不回来，你赔给我吗？主子和小公子都在这里，夫人又怎么会不回来呢？等他接到人，他就会回来的。他要是抛夫弃子爱自由，说跑就跑了，那到时候上哪儿找去啊？见证沉默，这个问题他没法回答。今天晚上得来的消息，到明早夫人应该就已经抵达海港了。算着时间，蓬莱那边的船也是今明2日就会到，明日夫人就能返程了。主子若现在出发，说不定会与夫人在半途上错过。剑霜那边随时都有消息传回来，主子不妨等明日再看。夫人要是跑了，你也别活了。夫人应该不会跑吧？应该不至于吧？毕竟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在这里呢。打算坐到天亮吗？
生你一场，连个女人都拴不住，有什么用？你娘要是跑了，没娘的日子你也不会好过。我刚梦见你娘跑了。半夜里，路遥在船上醒了。夫人有何吩咐？出来走走。还有多久到地方？回夫人，明日早就该到了。等咱们接到蓬莱王妃以后，是立刻就返程吗？不返程，难不成留下来过夜吗？他刚刚可不就做了个梦呢，梦到狗男人趁他不在的时候虐待小崽子，饭不给如意吃饱，衣裳也不给他穿暖，竟还把如意给撵出了家门，让他来找他。小小的如意就衣衫褴褛的，一边游走在空荡荡的街上，一边哭着叫娘，搞得路遥是在梦里骂狗男人骂醒的。这是亲爹吗？简直比后爹还不如。这两天相府里别说如意胃口不好，苏怀也经常挑刺儿。今晚的饭谁做的？回主子，是张厨做的。他会做饭吗？不会做的话，留着他有什么用？他做的菜最合夫人口味。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是。监霜来信了吗？夫人到哪了？夫人已经在回城的路上了。照时间推算的话，明后日便可到了。你不是吃了奶了吗？去把他的奶弄来。建成转头就去把乳娘召了来，结果抱下去喂奶时，如意只象征性的逮了2口就不吃了。嬷嬷出来时对建成说明了这一情况，建成又转头去回禀主子道：主子，小公子近来好似对吃奶提不起乐趣了。这2日我还觉得活着少了乐趣，怎么的，我还不活了吗？是属下失言。反正只要夫人没在，不管说什么话都能惹得主子不满。想是这几日夫人不在，小公子想夫人了。小公子吃奶吃的比之前少了，乳羹、肉糜、粥食倒是吃的比之前多些。他能吃那些了吗？哎，能呢。早在几个月前，小公子就开始搭配这些膳食了。他心想，难道这几个月相爷这个当爹的莫不是还没发现？去给他弄点来。嬷嬷把肉粥端上前来，蹲在如意面前，准备一齿齿细心的喂。他自己不能吃吗？这小公子还太小了。那他怎么一生下来就知道怎么吃奶？他手长来是干什么的？嬷嬷们也都清楚着呢。梅夫人在时，相爷是哪都要挑骨头，他们又不敢忤逆。最后嬷嬷只好把碗端平放在如意面前，将粥匙递给他。见着东西就伸手来抓，是孩子的天性。如意拿着粥匙以后就开始往嘴巴里送。瑶儿，你家的车在等，我儿如意会不会在那车上？他应该不会来。也是，带他出来人多眼杂，不安全。杭州离家也不远了，回去就能看到。夫人，主子遣属下来接夫人回府，请夫人上车。陆遥见三师傅有自己人接应，也就不邀姬无暇同他一起上车了。瑶儿，我们家门口见。你当心点啊。就剩这条路了，稳当的很。结果陆遥一蹬马车，人还没来得及去掀窗帘走进去，里头就倏然伸出一只手来，一把拽着他的手腕，就将他往里拖。陆遥一下子跌进男人怀里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呼吸里都是他身上熟悉的气味。陆遥刚一抬头，还来不及说上一句话，苏怀就欺上来吻住他的嘴唇，如狼似虎一样的品尝他的味道，一把扯开的衣襟便一路亲下去，亲得他骨酥筋软。才分开几天而已，却已经像是很久很久不见了似的。陆遥抱着他的头安抚道：等回去再说。回去随你怎么说。苏怀，是不是找抽啊？先回家不行吗？先回家，回家你就去管儿子，你管我吗？眼下先管我。陆遥给他顶出了汗意，难耐时就低头咬着他的肩膀。等马车到了相府门口，苏怀吩咐道：把车停去后院。最后马车停靠在院子里，也没人敢来打扰。嬷嬷很有眼见的，连如意都抱走了，不往跟前凑。这一进房，久久没出，直到午时，苏怀才终于从门里出来，衣冠楚楚，叫人来吩咐道：夫人长途跋涉，舟车劳顿，拔氏给她沐浴更衣。姬无暇回隔壁府上安顿好，就迫不及待地来到相府里来。嬷嬷把小如意抱去前院跟他玩耍。我儿如意真是越长越漂亮，越长越标致，等将来长大，肯定男女通杀。我儿还记得我吗？你肯定记得的，对不对？你满月的时候还见过我呢，你名字还是我起的呢。快叫声姨来听。如意一脸茫然。后院传了话了，相爷说夫人舟车劳顿，须得先沐浴更衣，让摄政王和王妃先行用膳，不必等。切，这是舟车劳顿的事儿吗？他们都回来办上午了，好吧？要沐浴更衣早就完事儿了，分明是那狗贼把人扣在房里不让出来。哼，这种事儿他又不是不懂，不然嬷嬷们怎么会带着如意在花园里玩耍呢？
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这如意也一天一个样，长得白白嫩嫩，脸蛋嘟嘟的，小嘴更是水粉水粉的。你抱累了吗？累了就给我吧。剑生手托着如意的屁股，感觉到了什么，就大方的给了他。怎么这么臭啊？可能是拉了吧。剑双揭开他裤裆一看，果不其然，两人也有自觉，知道既然主子把小公子从夫人那儿弄了过来，就是希望没事少拿公子去烦夫人，所以拉了这种事儿最好也自己解决。就着这布把他屁股擦擦。剑双就拿干净的地方擦擦，结果剑双擦着擦着，一不小心又糊屁股上了，越擦糊得越花。你怎么擦的？要不要你来？最后两人对视一眼，实在是搞不定了，直接拿干净的尿布裹上了事儿。抱了一会儿，如意就开始不安分了，一边发出声音，一边扭动着身子。他想干什么？他没说，属下也不知。抱来我看看。见主子伸手接过了，剑双心里大吁一口气。苏怀坐在书案前，一边手里执笔写着东西，一边单手抱着如意放在膝头上。小如意小手抓抓，身板扭扭，照样在苏怀怀里一阵乱拱。如意见他爹没啥反应，只好自给自足，抓着苏怀的衣裳拱上他的胸膛，小脸在他的胸膛上蹭来蹭去。这一举动终于成功引起了苏怀的注意。想吃？然后苏怀就很大方的解了衣裳。这时陆瑶回来了，如意呢？在书房里和主子在一起。陆瑶顺道就进书房看了一眼。苏怀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我在干什么你看不见吗？陆瑶当然看得见，这狗男人真是没个下限，竟然敞着一边胸膛给如意作。他一边作着，一边小小的脸上浮现着大大的疑惑，怎么没有呢？然后不由得作得更加卖力，整个书房里都是吧唧吧唧的响声。苏怀，你要找抽是吗？他嘴里闲不下来，到处要找吃的，你又没回来，我先给他吃着耍。你不知道叫乳娘吗？他又没说他要乳娘。他才几个月大，他懂个蛋啊！他把狗男人按在书房里就揍了一顿。当时如意就躺在宽大的书桌上，自己吸自己的手指头，丝毫不受影响。陆瑶闻到了异味，回房揭开如意尿布一看，黑了黑脸，这就是苏怀带的儿，他只不过是才半天没回来就这样了。他要是几天不回来，他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。随着嬷嬷打水来，陆瑶把如意脱了裤子放水里，苏怀就过来提起如意的小腿给她擦擦洗洗。你有没有发现女儿不会哭啊？不会哭吗？那他刚出生那天我听到的是假哭。这狗总是能够精准地呛着他。不过他说的也是，虽然这几个月几乎没怎么听见他哭，但刚出生那会儿的哭声是实打实的。这是怎么回事儿？你不是会把脉吗？给儿看看有没有什么缺陷。要是有点随他爹的缺陷，把脉能摆得出来吗？我有什么缺陷啊？人格上的缺陷。我有人格。陆瑶不止一次地检查过如意，她的身体各方面都挺健康的，吃得下也睡得着，还不挑食，不管是亲娘还是乳娘，她都来者不拒。她睡着的时候，偶尔脸上会露出笑意，看着十分喜人。眼下这小公子一日比一日长大，能看得见人，也能听得见响，瞅着都挺正常的。这哭不哭的，也可能是与他的性子有关系。夫人莫急，咱再好好观察观察。你从小爱哭吗？不爱哭啊，狗男人就更不必说了，他从来都是不服就干，哪有空哭啊？等他痛得很了，总有哭的时候。后来有一次，如意自己在摇床上玩，她慢慢学会了爬起身来，结果扒在摇床边缘，一时没人看着，直接从里面翻了出来，咚的一下摔在地上，一口气儿哇的就哭了出来。虽然摔了一跤，大家都很心疼，可是终于听见他的哭声了，心里又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。小公子会哭，那就没什么问题了。陆瑶也不能责怪嬷嬷不谨慎，毕竟孩子大点了，本能就会去摸爬，哪有不摔的。莫小看公子，今日没确切的挑哪一样东西，可又每一样都烧了点，可见以后定是个全能人才。莫急莫急，他的人生才刚开始呢。还真是凑巧，到下午的时候，姬无暇肚子有反应了。痛吗？倒不痛，就是突然抽了一下。这回是有点痛了。这产妇房里还是不要这么多人的好啊。无妨，都是他的好友，照常接生便是。行月，我的意思是，要不你出去吧，这里都是女人家，你在这里显得太突兀了。我们谈些话题，你也不合适听啊。嘴上这么说，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他不想让邢渊看见他生孩子时的光景。不适合的话题，你们可以稍后再谈。那生孩子也是一件私密的事啊，要不你还是出去吧。三师傅在这儿，他应该是会觉得紧张吧？对，这样会非常影响我的发挥。嬷嬷们都说了，女人生孩子时，男人本来就不能够进来的，都是在门外等的。我一会儿使劲生，尽快把儿子生出来，保证不让你等太久。好，我就在门外等。我知道，你快出去吧。好啦，你现在可以放心生孩子了。
还有多久啊？也该出来了，不然你老娘我可没力气招呼你了。生了。怎么样，是儿子吗？还是你自己看。等袁空清一放下，他就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接襁褓，结果这一接，姬无暇就瞪大了双眼，觉得是打开的方式不对，就把襁褓合上，重新再接一遍。恭喜主家喜得千金。他母亲情况如何？主家放心，夫人只产后有些体虚，一切顺利。当初姬大侠非得说他是个弟弟，我们就知道他应该是个妹妹了。如意他就没说准，所以他的预感多半是不准的。白天，陆瑶在姬无暇这儿，到了晚上才回隔壁相府去。他和苏怀一起用饭时，如意就坐在边上他的专用座椅里，积极地干他碗里的饭。你早晚才露个脸，不知道还以为你的家在那边。听你这么不情愿，那要不我不回来，在隔壁住一阵子？你要这么喜欢隔壁，我想个法子弄过来，给你打通了后院，你不仅可以住一阵子，还可以住一辈子。你的好姐妹来，你要大老远去接，又是恨不得住过去，你这么对过我吗？苏怀，说话要讲良心啊，我没这么对过你吗？我能有什么良心啊？我只问你，我要是和你姐妹一同掉水里了，你先救谁？哼，你能不能换个新鲜点的问题啊？你倒是让我听个新鲜的答案啊！我当然是先救你，要是不快些救你，你自己都要游上岸了。干什么？饭吃饱了吗？不吃就别吃了。然后如意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爹把他的饭碗给端走了，放在对他来说高高的饭桌上，他够都够不着，只能作罢。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，下次再遇到同样的情况，如意就紧紧抱着自己的饭碗，抓紧吃饭。渐渐的，他就习惯了，不管爹娘在干什么，他都浑然不受影响，自己吃自己的。后来，苏怀听说陆瑶要给姬无暇的女儿起乳名，便道：“起个名字，你还想这么久吗？虽说是乳名，可也是要从小教到大的。这有什么可想的？不如叫吉祥。如意吉祥，不是很大吗？你事多人忙，这事不用你操心了。那就称心也行，称心如意。”后来陆瑶给小家伙取名为绵绵。瑶儿，这名字很好哎，他整天就知道睡，叫都叫不醒，很是应景。再有绵绵，听起来也是绵绵，他可不就软绵绵的。绵绵的大名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姓氏还没想好。啊，这还需要想吗？可以跟你姓，也可以跟我姓，你想的怎么姓？这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当然是跟你姓啊。跟你姓穆，绵绵父母双全，家庭美满，哪有跟娘姓的？都是跟爹姓好吧？那便姓穆吧。叫穆什么？穆重蜜。重蜜，嘿，这个名字好。绵绵满月过后，完全褪去了刚出生时红扑扑皱巴巴的形容，也长得白白细细粉粉嫩嫩，一双眼睛又大又黑，可人极了。他和如意两个凑一双，谁见了都喜。这哪是孩子，这分明是只小牛啊！大人们一致觉得绵绵将来啊是随他娘没差了，和如意的性情简直是天差地别，一个闹腾，一个安静，还真是形成鲜明的反差。这日大家一起吃饭时，如意坐在他的专属座椅上，他双手来抱碗，含糊的叫了一声娘。你说什么？娘。如意是在叫娘娘。公子终于开口叫人了。你叫声爷爷来听听。如意才这么小，哪里会叫这么复杂的称谓啊？他爹娘都没搞清楚，其他的还得往后排。只不过不管旁人怎么教，如意都只会叫娘。绵绵满月之后，姬无暇也出了月子，姬无暇把该置办的东西都置办齐全，绵绵的东西也准备的齐齐当当的。他们一家就打算回蓬莱了。蓬莱摄政王府，晚上绵绵和爹娘一起睡，他有专门的摇摇床，只不过一晚上要醒好几次。你睡，我去。可是他要吃奶啊。现在你想喂吗？不胀，不想喂。我抱去给乳娘喂。但有时候绵绵送去乳娘那儿吃奶之后，也就没再送回来。姬无暇听见床边有动静，知道是行渊回来了。行渊在解他的衣襟，他还以为是绵绵在吃奶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觉得绵绵吃奶的方式与以往有所不同，力道和涉及的范围都不一样。他微微眯开了眼，毫无悬念的就看见了行渊。绵绵呢？在隔壁睡下了。随即他没有再有多余的心神问东问西，瞌睡还没有全醒，
但人又被他亲得又发潮又发燥。他喂绵绵时就全然不会有眼下这样的感觉。最后春宵账短，一直厮磨到将天明时分。如意的玩具可多了，长辈们都惦记着他，走往各处都不忘给他捎来小玩意儿。他们玩具往屋子里一堆，就显得房间有几分杂乱。有时苏怀看不过，就把玩具扔了一些。狗男人也是真的狗，他还当着如意的面扔。有时候扔掉如意玩具的时候，如意就眼巴巴地看着。当然他不会当着路遥的面扔，除非他想挨打。如意见自己玩具被扔了，他也不哭闹，等他爹回头做别的事儿了，他就自个儿去捡回来。如意自己坐在木箱边玩耍，他性子丝毫不急，就这样一坐能坐1天都没问题。所以看孩子对于苏怀和建征来说压根儿不是件费力的事儿。然等路遥出去一趟回来时，进院里就见着装玩具的箱子摆在那儿，就不见如意的人。如意呢？苏怀就问建征建双，俩人这才发现院里玩耍的人不见了，顿时急起来，院里各处都去找了一番。最后苏怀到玩具箱边一看，就见一堆玩具里有2只脚朝天冒出来，里头可不就是如意吗？倒栽着没个声响。他提着那只脚往上一拉，就把如意给拉了起来。原来他玩着玩着困意来袭，扛不住就一头倒栽进了箱子里，就这样4脚朝天的睡了。路遥把如意抱回房里去睡，苏怀后脚跟着回房去。苏怀回房看见他娘俩，见路遥迟迟不发作，便道：你怎么没反应啊？什么反应？你怎么没骂我？我骂你做什么？我不骂你。那你是要打我吗？怎么？你是一天不讨骂就过不去吗？那你骂的还少吗？你天天骂，突然有一天不骂了，你觉得这对劲吗？你是不是贱骨头啊？我看我骂你哪够啊，我还是抽你一顿吧。最后路遥关起门来跟苏怀干了一架，一边揍他一边问：我现在对劲了吗？苏怀脸上挨了一拳，破了嘴角，他动舌头顶了顶，一片发麻。对不对劲儿的另说，但这女人打起架来就很带劲儿。如意慢慢长大了，我们可以商量一下，往后你打算让她走什么路子？先送去乐山学几年，你心里不是早就已经决定好了吗？你觉得什么时候送去乐山合适啊？要是急，明天就可以；要是不急，也可以先练2年身体。他现在才2岁，年纪太小，悟性不够，袁前辈也不一定愿意收。那就等2年看看吧。苏怀来家也没闲着，得空就教他锻炼身体，从基本功练起。建征建双发现如意在练身体这事儿上也完全用不着他俩多操心，只要是苏怀教给如意的，如意能一直练，直到练好为止。路遥就在廊下站着看着父子俩相处。不得不说，虽然平日里狗男人总是言语排挤如意，但真正教他的时候，那也是正正经经的有当爹的样子的。这儿子是他想要的，他嘴上各种不饶人，但心里能不喜欢吗？站边上去。如意就转头走到廊下观看，见着他爹将一套剑法使得如意游龙飞凤，那剑气扫荡，气贯长虹，院中树叶纷纷而落。你可以选择学这个，也可以选择像你的嬷嬷乳娘那般摆弄绣花针。路遥也在场，当时心想，他爹话虽这么说，可如意真的要学后者，估计狗男人得扒他一层皮。我学这个。你想像你爹那般厉害，非一日之功，须得长年累月不停的练习，半途而废是不可取的。如意点点头。自从如意随他爹修习武功之后，他就时常跟在苏怀身边。苏怀在家里经常身后就拖着一条小尾巴。如意从未出过家门，外面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何模样。说是要带他出门，就不得不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，外面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呢。他们对付不了奸相，就等着时机对奸相的儿子下杀手。路遥写信给姬无暇，没过多久，姬无暇就寄了一些东西。路遥把面具给如意戴上之后，极为服帖，几乎找不到端倪。这是你送给你的礼物。为什么？有了它呢，你就可以去外面，只要别人认不出，你便不会有危险。如意和绵绵都又长大了一圈，但如意比绵绵长1岁，个子也比绵绵高出个头来。两人相熟了半日，又把相府这老地方溜了一遍。绵绵惦记着灰灰，跟着黑虎准能找到他，然后抱着灰灰撸一阵。他想躲，可黑虎虎视眈眈地盯着，眼神警告：他这么可爱，你必须给他摸，摸到他烦你都不能烦。哥哥吃，就这样吃。后来在绵绵的带领下，如意尝了尝，他用手撕下来那柔鱼的肉，一丝一丝的，很有一股咸香的味道。咸香味过后又有淡淡的甘甜味。只不过如意没吃多少，绵绵倒是吃的不少。唉，带给如意哥哥的零食少了，我以为能吃好几个月，没想到只能吃半个月。要但是你如意哥哥自己吃的话，确实能吃好几个月，或许还能吃1年。主要是你如意哥哥身边还有你这么个小屎坑。唉，太好吃了，如意哥哥每次邀请我，我都没忍住。
是如意邀请的你吗？不是你三五不时的问他要不要吃零食的吗？唉，都怪他太好吃了。如意学功夫的时候，绵绵也跟着去比划。如意学经史时，绵绵也老老实实的坐在书桌前。他几乎把如意视作榜样，如意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直到有一天，绵绵在厕所里发出哎呀一声叹：怎么了？我尿湿裙子了。你站着尿，你不尿湿谁尿湿呢？如意哥哥都是站着尿，他怎么没湿啊？那是因为如意哥哥是男孩子，你是女孩子，是不一样的。哎，你是不是偷看你如意哥哥如厕了？我没偷看啊，只是看见如意哥哥去如厕，我突然也尿急，进去就看见如意哥哥站着的。你偷看男孩子尿尿是会长针眼。什么是长针眼？就是眼睛会得病。像你这么漂亮的大眼睛，得病以后就变得不好看了。我觉得如意哥哥不是男孩子。怎么就不是了？因为他好漂亮。如意手里用着一副弓箭，他爹从旁指导，箭靶也没有放到很远，只10步左右的距离。他一箭射过去，稳稳当当射到箭靶上，虽然没中红心，但已在红心边缘了。他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如意身上，绵绵就自顾自的在一旁捣鼓。他也抓了一把如意备用的弓来，见着如意拉弓，也有样学样，也搭上一支箭来。只是这玩意儿看起来简单，操作起来却挺难的。凭他的力气，没法学如意哥哥那样把弓全部拉开，只拉到一半，也不知道对着什么方向。绵绵瞪着大眼睛，眼睁睁地看着那箭离弦而去，然后直直地射向如意的爹爹。哎呦，大意了，这可是妖女的女儿，能是什么省心的主吗？没想到他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居然敢对着主子射箭。主子在外面都没有谁能沾他的身，结果倒好了，在自己家里被一个3岁小孩给射了一箭。爹，他不是故意的。我这箭过去，能把你钉在那边墙上，行不行？绵绵还回头看了看，那面墙离他好远啊。你是说那面墙吗？就是那面墙。那你能只钉我的衣服，别钉我的肉，把我钉到那面墙上去吗？之前黑虎抓的衣裳带他飞时，他就觉得很刺激，还没试过被一支箭给带着飞墙上贴着感觉呢，忽然就想试一试。你脑壳是不是有问题啊？被娘带着到处乱窜的时候摔坏了。如意爹爹，你怎么知道我娘时常带我到处飞啊？他毕竟年纪还小，还请主子莫与他一般见识。我不知道他年纪还小呢。夫人最是喜欢他。如意爹爹，刚刚我是没抓住那个羽毛，它咻的一下就飞出去了。只钉的衣服不钉肉，这件射到墙上挂不住你。我会从墙上掉下来吗？但这件可以，你要来吗？啊，来啊！苏怀反手就朝他抛出了箭去，箭转瞬即逝。绵绵确实一点都没反应过来，他看着院子里的景致飞快的倒退，他就像一尾鱼似的，惬意的摆摆脚就能滑好远。绵绵就感觉自己晃了晃，然后停了下来。哇，刚刚飞得比黑虎还快！这话让高处屋顶上的黑虎听到了，他飞去找姬无暇，扑腾着翅膀在姬无暇面前一通怪叫。你是说有畜生欺负绵绵？可不是。在哪儿？带我去。等姬无暇赶来，就看到他儿绵绵被人挂在墙上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别的不谈，先干了再说。他当即跟苏怀疾风雷霆的斗起来。绵绵，你有被伤到吗？没有啊。如意哥哥，你爹和我娘打得好凶啊！哈，再打凶点，我爱看。姬无暇跟苏怀打得厉害，院子里施展不开，就打到屋顶上。只见屋顶瓦片来来回回的在两人之间踢来射去的，要不是后来鹿咬过来阻止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俩就能把房顶给拆干净了。小儿，这狗贼毫无人性，居然拿剑刺我绵绵，把他钉在墙上挂着。有这事儿吗？他求我把他钉在墙上，这种要求我通常会满足。你放屁！你自己生的女儿自己不知道吗？这一刻，姬无暇听着这话，心里竟然迟疑了。方才那样挂在墙头好玩吗？还想再来一次吗？啊，来啊！哦，你听见了，是他要求的。他3岁，你也3岁吗？姬无暇飞下屋檐，上前查看绵绵的情况。绵绵还亲热地叫了2声如意爹爹，哪里像受欺负了的样子呀？他分明还想再玩一把。还如意爹爹，叫得这么复杂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叫如意做爹爹呢。爹爹，你爹爹要是听见了，得收拾你。你可以叫他舅舅，也可以叫他姨父。当然，若是要叫爹爹的话，可以叫干爹，或者以后长大了随如意叫。按照你爹爹的辈分的话，你还可以叫他姐夫，如意都得叫你一声小姨。为什么我爹爹只有一种叫法，如意的爹爹却有这么多个叫法？这其中的关系啊，很复杂。
绵绵花了好些日子才终于弄明白了。为什么要叫你爹爹舅舅？那是因为你爹爹和我娘是兄妹，娘亲的哥哥，我要叫舅舅。为什么要叫你爹爹叫姨父？那是因为你娘和我娘是姐妹。哦，对，娘亲的姐妹要叫姨姨，姨姨的夫婿要叫姨父。我还可以叫你爹爹叫姐夫，是因为你娘亲还是我姐姐。这是为什么？我问过我娘了，那是因为你爹爹是我娘的师傅，我娘就是你的师姐，那我爹便是你的姐夫了。我娘亲既是你娘亲的姐妹，又是你娘亲的师娘，我娘亲还是你爹爹的妹妹，你爹爹还得跟着你娘亲叫我爹娘一声师傅师娘。你是我哥哥，我又是你小姨。这其中的关系确实很复杂。薛胜见到绵绵以后欢喜不已，抱起她好半天，就是舍不得放下，忍不住唏嘘感叹道：哎呀，这孩子就是一天一个模样了，如今长得这般伶俐，很得他爹娘的优良传承啊。想起他在襁褓中伸胳膊蹬腿的时候，仿佛还是昨天。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。我才把我们爹娘的关系理清楚，现在又来一个薛大夫。然后他又开始捋：薛大夫是你娘的师傅，现在又想收你当徒弟，那你娘是你娘，又是你的师姐。更复杂了，大人们的辈分真是太乱了。应该只是我们两家的辈分乱一点，别家很少有这种情况。算你这年纪啊，还没有到天天吵着要上街，还要去街上吃最好酒楼的年纪，但一般人还真架不住啊。听说薛大夫是最厉害的大夫。谁跟你说的？如意哥哥说的。我知道，如意哥哥的娘都是薛大夫教出来的。那你知不知道你爹也很厉害？如意的娘也是你爹教的。我晓得，我爹爹是如意的娘亲的师傅，但我爹爹教了什么呀？你爹是最厉害的琴师，当然是教琴艺的，那可不是一般的琴艺，等学到精髓以后，丝毫不比功夫差。你不知道你爹闻名天下吗？我不知道啊，爹爹没告诉我啊。那你爹爹也太低调了些。不过你爹啊，总归是你爹，你是他亲生的，你要是去问他，他不会不教你的。好，那我这就回去问问爹爹。去吧。见着小奶球脚赶脚的往前跑，薛胜吁了一口气，总算把人给哄走了。爹爹，我想学。去把昨天的书本拿来。我想学棋艺。学什么？棋艺啊！薛大夫说你是最厉害的棋士，学好棋艺跟学好武功一样厉害。你确定薛大夫说的是棋艺而不是琴艺？这个是琴，这个是棋，你说的到底是哪个？好像是琴艺。你确定你要学？我要学啊。这门技艺需得10年如一日的苦练，相当枯燥，要耐得住性子，沉得住气。你生性活泼好动，不一定坐得住。你若是想学，我也不是不能教，但你要想清楚，一旦上手，便不可半途而废，否则只是前功尽弃，搓磨时光。你爹的意思，这门技艺没有我教你的那么有趣，你必须得一直坐在琴前练习，不可以三心二意，3天打鱼2天晒网。你要学就必须要学到底，不然那还不如不学。想当年我就是没有你陆姨姨那样的定性，才学不成这个的。那如意哥哥能学会吗？如意生性沉稳安静，资质又极佳，他当然学得会。那我也学得会。金无暇摩挲着下巴。不过我猜如意暂时还学不到这头上来，等将来你要是学会了，遇到危险说不定还可以保护如意。真的吗？有这么厉害吗？那当然厉害，你爹单凭一架琴能干翻一船的人，你知道一船有多少人吗？我要学。于是有邢渊在的时候，他就老老实实的学。邢渊一不在，他自个儿就在琴案前坐着，就全忘了爹爹怎么教的，只管把爪子往弦上撩来拨去，发出一串杂乱的琴音。不光这边府宅，就连相府里也听见了。这种时候都晓得绵绵又在造他爹的琴了。只要他一弹，这边府里和隔壁相府里都是鸟飞尽，猫狗藏，就连黑虎和灰灰都找个角落躲起来了。邢渊，
临时出高徒在你这里不怎么管用了。要不把绵绵送到你那里教教看？虽说你那行是个慢功夫，可我这行呢更是个细致活。绵绵在你这里要是弹错了音还没什么，可要是入门配错了药，那可就难办了。照他那活蹦乱跳的性子，将来长大了你能想象吗？然后邢渊和薛胜都陷入了沉默，约莫都在想象那个画面。我看还是算了吧，不是那块料也勉强不来，还不如让绵绵跟着他娘好好学功夫，将来当个武林高手算了。起初绵绵也没想到说要学琴，起因是不知他在哪里听说他爹是最厉害的琴师，学好他爹的琴艺如同学好一门功夫一般厉害，故而他才兴冲冲的非要学。为此他颇有决心，要是半途而废，那就连功夫都不要学了。可绵绵这弹的实在是太吵了是吗？你难道不觉得吗？那你要不要去找找怂恿他的那个始作俑者？你也用不着这么阴阳怪气的，你干脆直接说我名字得了。原来就是薛大夫说的吗？哈，薛大夫来了呀！绵绵，把这几日所学给薛大夫听听。这就不用了吧？绵绵却爽快的答应，转头跑出厅去叫他娘给他搬琴。薛胜趁着小家伙跑出去了，连忙起身准备要走。邢渊说道：急什么？身为长辈，如何也不好叫孩子失望。薛胜怀疑这小子就是在蓄意报复他。姬无暇动作也快，一手抱着琴，一手拖着绵绵，娘俩风风火火就来了。只见绵绵往琴前一坐，毫无前奏的就开始摇头晃脑的两手乱抓，顿时琴声乱飞。薛胜就觉得有群苍蝇也在耳边嗡嗡嗡的乱飞，眼前还一阵发花。之前在隔壁听就已经很遭罪了，眼下还身临其境听，那滋味简直不摆了。关键是绵绵还自我陶醉呢，只要他自己不觉得煎熬，那么煎熬的就是别人。这下薛胜都不用怀疑了，邢渊这小子就是觉得他自己受罪不够，非得要拉上旁人。眼看着如意一年年长大，正是到了该入门的时候。这孩子记性好，定力够，还极其聪慧。你们不妨把如意给我带回去教，以他的资质，怕是要不了20年就能有我如今的成就了。贤侄，你怎么看？我怎么看能算数吗？也是。谁能想到堂堂说一不二的相爷，在家里还得是他夫人做主呢？那徒儿，你怎么看呢？既二师傅正面问起了，我也不能含糊。二师傅请见谅，如意眼下不足5岁，我想等过1-2年把他基础打好以后，便送他去乐山学习。薛大夫你也莫伤感，虽然如意不跟着你去，可他有他娘教嘛，他娘又得你的真传，这也算后继有人了嘛。哎呀，你们不懂，好苗子可遇不可求啊。正因为是根好苗子，家里能学的尽量学，有机会才要去送他见识更广阔的天地啊。真要这么说的话，乐山确实是不二选择。乐山家主愿意亲自收徒，实属难得。如意跟着他，能学到不少东西。就连他这一身本事，不也是跟着乐山那位学来的吗？只要二师傅莫怪就好。我怪什么？你是如意他娘，当然要为他以后筹谋铺路，选择对他最好的一条路子。可以得是送去乐山，我没话说。但凡要是送去别处，我准把如意抢过来。如意哥哥要去乐山吗？乐山在哪里呀？乐山就在乐山，你到时候也是要去的。我也要去吗？那爹爹和娘去吗？我们当然不去。就我自己去吗？又不是现在就去，等你长大以后再说，还远着呢。吃饭。饭后，绵绵和如意一起坐在屋檐下看星星。如意频频听见绵绵叹气：“妹妹，你怎么了？”哥哥，你知道乐山在哪里吗？应该是往西边走。到时候你爹娘会跟你一起去吗？应该不会。那我们就是要离开家，去到很远的地方了。为此绵绵就摆烂了2天，做什么都兴致不高。比如他不好好写字儿，他写的字儿弯来绕去的，谁见了都摇头。你之前写的不这样啊，好歹也能认吧？你看看你现在写的是什么玩意儿，跟狗爬似的。写的再好有什么用？等我去了乐山，娘又看不见我写的字。弹琴的时候，绵绵随便抓2下。邢渊问他：“昨日教的哪根弦？”弹的再好有什么用？等我去了乐山，爹爹又听不见我弹的琴。你居然也会有烦恼？哼，绵绵长大了，当然会有烦恼啊。可我怎么觉得你只是想借此偷懒躺平呢？绵绵没有啊。成吗？反正不管怎么着，孩子长大了，总归是要离开家，离开爹娘的。以后你有你自己的天地要去闯，有自己的路要走，
总不能留在爹娘身边一辈子吧？为什么啊？我为什么要离开爹娘？为什么要离开家呀？哎呀，又不是只有你是这样，所有小孩都是这样的嘛。长大后都会有自己的生活。你瞧我有跟我爹娘在一起吗？还有你爹他有跟他爹娘在一起吗？你再瞧瞧你陆姨爷、你姨父还有薛大夫，他们都没跟他们爹娘在一起啊。不然你再瞧黑虎，他有跟他爹娘在一起吗？你再瞧瞧灰灰，他跟他爹娘在一起了吗？好像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你难过什么呀？眼下离你离开家还早着呢。你看着吧，等你长大了，兴许将来你巴不得早早离开家，我跟你爹还舍不得不准你走呢。真的吗？你们不会把我赶出去吗？怎么会？你爹又不是养不起你。你为什么早早就离家了呢？你为什么要离开你爹娘呢？你呢？你又是为什么要离开家？为什么离开爹娘呢？什么？你说今晚吃鸡吗？舅舅，你又为什么要离开家呢？这里就是我家。你爹娘呢？死了。你为什么要离开你爹娘呢？我总不能跟他们一起躺坟里去吧？死了是什么意思？死了就是没了。为什么你的爹娘会死啊？人都要死了。坟里是哪里啊？土堆里。躺在土堆里，那岂不是吃不了东西，也吸不了气了？死了管不了那么多。舅舅，你也会死吗？你也会。离开爹娘的事情才搞清楚，绵绵又陷入了新的思考。他不理解什么叫死后，他希望他死后不要躺在土堆里，而是躺在床上，照样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玩什么就玩什么。姬无暇听他提起这个话题时就问他，哪个跟你说起这些的？舅舅啊。气得姬无暇提着刀就冲到隔壁去找苏怀干架去了。娘为什么这么生气呢？舅舅说每个人都会死的呀。人从出生到这世上就是开始，死亡离开这个世上就是结束，这个过程叫做活着。这确实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。虽然每个人的开始和结束都是一样的，但每个人在这条线上的过程是不同的，这就取决于你要怎么活着。只要你无愧于心，不做后悔的事，不留遗憾，时常欢喜，这条路你才能走得好。这爹爹与爹爹之间也是很不同的。妹妹为什么这么说？我爹教人的时候就只教人，和你爹爹还可以一起玩。你觉得那是玩，可外面的人都很怕我爹。这一点我们的爹爹又相同了，外面的人也很怕我爹，我皇叔就怕我爹。正说着，遇到苏怀回来，绵绵顿时兴奋起来。姨父舅舅！苏怀走哪里，绵绵就围着他身前身后的转。苏怀进房想换个衣服，察觉到门边有异，他回头一看，你不丢人吗？丢人？我哪里丢？我可以丢啊！等苏怀更完衣出来，应他的要求把他一手丢屋顶上方去。他人冲上院子上空，顿时以相府为中心，向四周蔓延的屋舍府宅都在眼皮子底下。但是在他摔地上之前，苏怀总能精准地提住他。姨父，再来啊！苏怀把绵绵往上连扔了2次以后，要不是姬无暇提着刀来，路遥也过了来，绵绵还想玩第3次呢。要不是姬无暇提着刀来，路遥也过了来，绵绵还想玩第3次呢。啊，娘亲好像是冲着你来的。当初我来了这么多次，也不见得讨到什么好处。姨姨好像也是冲着你来的。何以见得？姨姨的手里拿着棍子，她总不会是打我吧？哪是亲嘛是爱，夫妻之间就要又打又骂才相爱啊。苏怀，你再把绵绵乱扔试试。亏的是他胆子大，要是换个人，他禁得住你扔几回啊？你看看他，这像是禁不住的样子吗？嗨，陆姨姨，你今天好美啊！确实，他圆圆的小脸上还有着兴奋的余劲儿呢。别说禁不住了，再来几回他还高兴得很呢。他不知道轻重，难道你也不知道轻重吗？那不然怎么地？下次他再求我，我给他1棒重不重？我给你1棒，你看重不重啊？今日不同往日，我现在有家有子，人呢就会变得比较善良。像他这样只要不太过分的要求，我通常都会满足。他什么才是过分要求啊？他叫我把他扔上屋顶去，没有我把他扔到天上去。他要是让你扔天上去呢？我会把他有多远扔多远，至少扔出2条街去。是扔哪2条街啊？会飞得很远吗？爽翻！你要试吗？你要试吗？走啦，我们回家吃饭了，别妨碍你陆姨姨收拾人。哥哥，我们去吃饭吧，别妨碍陆姨姨。绵绵待了2-3个月以后，他又该回蓬莱了。
绵绵惦记着她的皇叔，又像当初装礼物给如意一般，每天往箱子里装东西回去给皇叔。就连相府里的鸡，他也往箱子里塞了2只。哎呀，等这个到蓬莱都臭了，你还不如把隔壁做鸡的那个厨子弄去蓬莱呢。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吃到如意哥哥家的鸡了呀。你哪儿去？去隔壁弄厨子呀。他也就那么随口一提，没想到这小家伙还真当真了。只不过他转念一想，丝毫没把这事放心上。就苏怀那铁公鸡的做派，别说找他要个厨子了，就是找他要柄厨勺，他都不可能会松口给的。结果到下午的时候，绵绵就回来了，身后领着个厨子。这就领回来了？领回来了呀。你姨父在家吗？他知道这事吗？我找姨父要的呀。他居然肯给你？给了呀，厨子都在这里了呀。方才绵绵过去相府，正好苏怀在家，他就跑去苏怀跟前转来转去的，说道：姨父，我想吃鸡，我可以带那个厨子一起回去吗？又吃又带，你这样对吗？可是我天天都想吃啊。你天天都想，那就天天想，又不是不准你想。收起你这套，我不吃。我很快就要回去了，想起来就很舍不得。你要是不舍得就留下，天天有鸡吃。可绵绵终究还是要跟着爹娘走的。做鸡的是张厨吗？回主的不是，是宋厨。张厨是夫人最喜欢的厨子，不管什么情况，主子是万万不会给出去的。最后绵绵生怕苏怀走掉了，一个人坐在房门的门槛上守着，小背影也显得圆圆润润的，煞是可爱，嘴里还叽里咕噜的念叨着什么。不过他舌头都没捋直，念叨什么也没人听得懂。苏怀只觉得像个小尼姑念经。苏怀问他：你在念什么？没念什么，我在背课文。背课文是你这么背的吗？我在爹爹那里都是这么背的。口齿不清还学人家背课文，如意要是像你这样早被我打了。你坐着就坐着，瞎背什么课文啊？那我在这里坐着也是坐着呀，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。我现在背一背，晚上爹爹要检查的。那你回你爹那里去背。我还没要到厨子。说着他就卷着舌头叽里咕噜的念叨起来。终于，去把那厨子领给他。姨父，以后他就是我的了吗？是你的，赶紧走。那厨子在府里多久了？10来年了，主子放心，此人忠心可靠。苏怀便不再说什么了。眼下姬无暇实在是难以置信，就问了绵绵事情的经过。虽然绵绵讲的思维跳跃，但姬无暇毫无障碍的听懂了。娘，你在看什么呀？看看今天的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的。你能自己把自己装进去吗？这小姐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要把你带回蓬莱去啊。厨子表示很为难。你这箱子里只能装东西，哪能装活人呢？你装进去他不能呼吸，不就憋死了吗？姨父说过，死了就没了，那损失就大了。那要怎么把他带回去呢？他自己有手有脚的，不能走吗？对啊，我差点都忘了。那我这就去给小姐做点吃的吧。晚上姬无暇跟邢渊说起了这事儿，还觉得不可思议呢。以往苏怀那人向来都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，他对绵绵却是过于纵容，我甚至都能感觉到他对绵绵有那么丢丢的喜爱。之前他说生女儿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的，现在知道羡慕别人有女儿了吧？没有的时候想要，等真的有的时候，该头疼的也得头疼。虽然有时候绵绵让人脑壳大，但很多时候他还是很乖的。不能把那厨子带回蓬莱去。真要是那厨子跟着我们去了蓬莱，不就等于他安插了个眼线在咱们家吗？到时候蓬莱有个什么动静，他不就更清楚了？他向来不做对自己没好处的事情，绵绵去找他要人，他还乐得顺水推舟呢。不行，明天就把人还回去。倒也不必，可以带回去先了解。厨子真要与苏相暗中有联系，也未见得是坏事。也是，要是他不安好心，那他得到的消息也可以是我们希望他得到的。简直不要太狡猾。等真到了要分别的这天，虽然这样的场景每年都要有一回，但绵绵还是每年都要抱着如意难过一回。只有我舍不得哥哥吗？哥哥都没有舍不得我。我也舍不得妹妹。那你怎么不哭啊？我跟妹妹不一样，我是男儿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如厕要分男女，怎么哭还要分男女啊？绵绵，再磨下去天都要黑了。
写的是什么？字啊。你能认吗？我能啊。我不能，要不要你来教教我？其实仔细认，还是勉强能认出来的。虽然他写的张牙舞爪的跟一只螃蟹似的，要不你来教？于是场景也闷不作声了。叔侄俩都老老实实的埋头听训。绵绵在宫里偶尔也要学琴，怕他吵着场景，就专门辟了个偏殿出来给他练琴。爹爹，怎么样？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皇叔觉得我弹的怎么样？其实你这个年纪能弹得响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既然来了，不妨就给绵绵做个表率。于是场景只好坐在琴案前，有些苦巴巴的与绵绵面面相觑。场景弹了一首他最熟悉的曲子，弹完以后，行员就告诉他哪一段哪个音律错了，让他就那一段重新再弹。场景听着皇长兄的教诲，反反复复弹了好几遍，以至于后来绵绵再问他自己写的字怎么样啊，弹的琴怎么样时，场景都不敢轻易下定论了。其实他私心里觉得都还挺好的，毕竟绵绵这么可爱，但嘴上不敢说呀，否则他就得跟绵绵一起听皇兄的训了。唉，叔叔，你怎么都不帮绵绵了呀？不是我不帮，而是我帮不起啊。不过我心里还是疼你的。把你的这个给我。我给过你了呀。叫你给就给。你也要把它们放掉吗？这是我要带回去给我妹妹玩的。然而话音一落，绵绵就见着那小姐当着她的面将蝴蝶的2只翅膀给摘了下来，还撕成了好几瓣。你跟着群男孩子跑来跑去的，你德行败坏，毫无闺秀之态，你母亲却好意思来指责我。你弹的那琴不堪入耳，糟糕至极，你还能振振有词的顶嘴。摄政王有你这样的女儿，简直就是丢人。而且你跟着男孩子玩，往后必然也只能在男人群中打混，如此不检点不自爱，将来也只会让家门蒙羞。你为什么要撕烂我的蝴蝶？你不是说把它关起来就很残忍，为什么还要撕烂它？这会不会出事啊？他回去要是告状怎么办呢？是他先推我的，我才还手的。而且太后也说过了，孩子间的打打闹闹很正常。我们快走吧。只是他们没有来得及走掉，附近的大人就闻讯赶来了。绵绵，痛不痛？有点麻。摄政王妃请见谅，孩子们因为一些小事起了争执，是我家的不对，这里向王妃赔礼道歉。赔礼道歉就够了？自是不够的，只是都是孩子，有时候小打小闹也是常事，大人去干预反而不太理想，孩子们自行解决还更利索些。但我知道这事我家姑娘做的大有不对，王妃请放心，我定好好教育责罚她。又往侧让了一步，让大家都能看到绵绵。你把小打小闹的那句话再说给我听听看。这得用了多大的劲儿啊！还不跪下认错！快些去请太医！绵绵我都舍不得动他一下，今儿个竟让个黄毛丫头打他耳光。不过夫人说的也在理，孩子们的事情大人插手是不太好，还是该由孩子们自己来解决。这事儿大人便不插手，由他们自己解决如何？不管结果怎样，最后便是我绵绵吃了亏，摄政王府也不知道你们头上。否则大人插手的话，摄政王怪罪起来，他们一家都吃不了兜着走。摄政王妃此话当真？摄政王也不会降罪吗？我保证他不会降罪。那好，就他们自行解决吧，还不过去赔罪？莫去柔，这只眼睛有点花，看不清楚。过2天就好了。穆绵绵，你抬起头，看着打你的人，他要是给你赔礼道歉，你能接受吗？我不接受，道歉是最没有用的。孩子的事情，孩子自己解决。你自己能解决吗？我可以打他吗？他都打你了，你为什么不能打他？去解决吧，娘给你兜着底。可他突然一脚踹在那小姐膝盖骨上，小姐吃痛就屈膝跪到了他面前。那小姐尖声大叫，绵绵扑到他身上就对他又抓又咬。他要不还手还好，顶多是被绵绵抓咬，可他还手了，被绵绵打得更惨。还不把人拉开！我看谁敢！然而那小姐没能划到绵绵，被绵绵反手捉住了手腕。她抬起膝盖往那腕上一顶，手里用劲儿往下一掰，那小姐顿时腕断，失声惨叫起来。黑虎，黑虎，你把他提到宫里最高的那屋顶上去！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黑虎见绵绵指着宫里的最高的塔，顿时领会，万万不可呀！姬霞一眼看过去，说好了孩子的事情交由孩子自己解决，夫人这是要反悔吗？摄政王妃宽宏大量，饶恕他吧。我这人睚眦必报的很，
最不会的就是宽宏大量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会死的。那你就是希望大人来插手呗？我若插手的话，那说都没得说，真会把他弄死的。你看怎么办？那小姐哭得撕心裂肺。那是摄政王府的黑鹰啊，生得威武矫健，便是提着个大人的重量，也依然能迎风而上。摄政王妃，今日让绵绵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该惩罚之人也已经惩罚了，要不还是让绵绵先看太医吧。你是想在这里看大夫，还是回去找严华姨姨看？当然是找严华姨姨看啊。是臣家中教导无方，才致使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那孽女万死难辞其咎，臣请摄政王处置。既然孩子是孩子了，此事已经告一段落，还需如何处置？臣有罪。若是教导无方才致今日的结果，有因有果，此刻那塔上便是果。大臣听明白了，今日的事虽然不会影响他在朝中的位置，但摄政王也没打算让人把他的孙女给放下来。孽女顽劣，该自食恶果。只是毕竟是臣的孙女儿，臣还是不得不厚着老脸恳求摄政王，请摄政王看在她尚且年幼的份上，再给她一次机会将她放下来。臣此后定当严加教训看管，再不会发生此类的事儿。论年幼，吾女不年幼吗？臣定让孽女向小君主赔罪。你打算如何严加教训看管？还请摄政王明示。邢渊一边批注折子，一边问旁边还气冲冲的长景：此事皇上如何看？绵绵乃是正宗室皇族之女，是我朝金尊玉贵的郡主，朝中臣女不知尊卑贵贱，竟敢对郡主下如此狠手。今日若是不重罚，来日官宦之女怕是都要目无尊卑，以下犯上。皇上说的极是。今日他真若是从塔顶下去，严加管教也不是不可。那便让他从此禁足于府宅后院，半生不得出。将他禁足完半生，最好的年华也就蹉跎在了府宅内院之中，算是再无出头之日了。皇长兄以为这样妥当否？即照皇上的旨意办。那大臣松了一口气，又暗自叹了一口气，俯身谢恩而去。这宫里的事儿方才平息，怎料这风声就传到大业去了。叶相为此非常生气。蓬莱这些人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欺负相爷的外甥女儿，便是欺负相爷的妹妹；欺负相爷的妹妹，便是欺负相爷。他们居然敢欺负到相爷头上！此事必不能姑息，否则他蓬莱还不知道会如何轻视他们。于是大业向蓬莱发国书，郑重交涉，蓬莱必须给出一个交代。绵绵跟人起了争执，他爹娘自会处置，断不会让绵绵白受委屈。我听说打他的那个也被绵绵给打折了手，还被黑虎抓了一通，最后罚禁足府中半生，这事便处置完了。何时轮到你出面了？怎么轮不到我出面？我是他舅父，我就这一个外甥女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我都舍不得动她一下。那些不知死活的，竟然敢动到她头上，当我是死了吗？苏怀，演得太过了。过了吗？我这不是真情流露吗？哼，怕不是野心流露吧？你何时把绵绵捧在手上含在嘴里过？你恨不得把她从这面墙扔到那面墙，从地上丢到屋顶上。绵绵是我的心头肉，谁敢动她一下，我送她全家上路。郝胜烈，不日准你跟着上战船。你发疯就发疯，就要带上如意。娘，绵绵妹妹还好吗？绵绵无大碍，当然只是跟人打了一架，受了打伤，而今已经养好了，没日生龙活虎的。绵绵那么乖，那人为什么要打绵绵？他把绵绵眼睛都打出血了。大人之间都会有说不清的恩怨情仇，孩子之间当然也会有意见不合起争执的时候。打绵绵的人后面绵绵打回去了，那人也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你作为哥哥，以后要保护好妹妹。所谓保护好，并不是指替她杜绝和解决任何问题，而是要成为她的后盾和依靠。妹妹长大之后心情定然很坚强，有她爹娘的教导，她不是温室里的花朵，也不会那么弱不禁风。她定是希望能凭她自己披荆斩棘，走出一条精彩的人生路来。她需要你帮忙的时候，你要帮她，但你不能代替她，可懂？以后我会保护好妹妹。很快，东海海船准备就绪，将士们也集结完毕。苏怀要亲去东海，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门，你就别回来。苏怀将要踏出房门口，闻言将抬起的脚又落回到门槛内。你好姐妹的女儿受了委屈，你就不去给她讨回公道吗？你扪心自问，你这是要去给她讨回公道吗？说到底，绵绵在你心里的分量不过如此。绵绵现在在你心里都恨不得是你亲女儿啊！
你呢？想去蓬莱吗？其实我想去看看绵绵妹妹。你听到了吗？家里少数意见应服从多数意见，叫上娘一起，否则等你回来，你以为你还有娘吗？他可不能把路遥一个人留下，万一等他回来人跑了呢？所以还得用儿子把娘一并套走。娘，你跟我们一起去吧。进来帮娘收拾首饰和药箱。随后父子两个就开始在屋里帮路遥收拾起东西来。如意负责帮忙收捡装盒里的胭脂首饰，苏怀就负责去收拾路遥的衣物。路遥看见那狗东西收衣裳就收衣裳，拿到他的肚兜里衣时还要闻一闻。苏怀，你这是什么烂毛病啊？我怎么了？你被教坏了，如意。我教坏他什么？教坏他要给女人收衣服是吗？他专注着他爹交代的事儿，故而并没有看见他爹的举动，否则要是换个别的有样学样的孩子来，不被带歪才怪呢。爹娘是夫妻，娘以往也给爹收拾衣物，爹给娘收拾一下，我并没有觉得不妥。如意没看见，路遥也就不提这事儿了，否则还瞄不清楚。只要狗男人再有类似的变态举动，路遥直接过去就给他一巴掌。最后苏怀拿着路遥的行囊，如意牵着路遥的手，一家三口一道出了门。出门到渡口登船，可顺流直下至海港。这也是如意第一次出远门，她特别珍惜，沿途的风景也看得十分细致。你以为你爹带着你是专程让你去看绵绵妹妹的吗？绵绵妹妹在蓬莱，爹是要去蓬莱的。他去蓬莱是要带兵打过去的，所以娘得去，只有娘才能管得住爹。这才是你要我跟你一起去的理由啊！前方兵马齐备，你倒是一点都不担心啊？爹只听娘的。舅舅都要来了，陆姨要来吗？姬无暇心想，狗屁舅舅，分明是个黄鼠狼。你舅舅都要来的话，陆姨应该也会来吧？啊，那如意哥哥也会来吗？你如意哥哥也来了，可他们也不是来找你玩的，他们是来打仗的。打仗是什么？就像你跟别人打架一样，只不过打仗是双方很多人一起打，各自代表一个国家。是打群架吗？也是这么个意思吧。后来绵绵又知道，舅舅之所以要带人来打群架，起因是他受了欺负，他们要来给他讨回公道。没想到舅舅这么紧张我。是哦，你舅舅还说你就是他的心肝宝贝儿，谁敢动你，他就跟谁拼命。虚伪，他听着都差点吐了。娘，这些都是打架用的吗？是呗。这些是用来打如意哥哥他们家的吗？最好是别打起来吧。好大的投石器。就那样的投石器，一次投石100丈没有问题。他们的船上还有大弩。不管是投石器还是大弩，但凡是伤了船体，那都是不可挽回的后果。你以为蓬莱会让你顺利靠岸吗？光那2样利器你能避开，但船能避开吗？相爷，这可不好搞啊！要是强行登陆，必会死伤惨重，所以相爷下令原地待命，大家都不轻举妄动。苏怀没让旁的船上前，而是他自己的船上前。这狗贼狡猾奸诈得很，他哪里是不怕死啊？他是算计着路遥和如意在那船上，行愿不可能对他们娘俩下死手。狗东西，你非要这么干是不是？许久没到蓬莱，过去与他们叙叙旧。有飞石来了，转舵，快转舵！巨石轰地落入水中，掀起一道大浪。你就继续作妖吧。说罢，他带着如意纵身一提气，直接掠到了旁边的船上。见证见双见状还惊了一惊，夫人和小公子走了，可不就剩下相爷一个人了？方才这石头没砸到船头，可对面要是见着船上一家3口只剩相爷，你看他砸船不砸船？娘，我去找如意哥哥，反正现在又没打架，让我去找如意哥哥。你怎么去找？我跑着去。你再跑出去几步，海水能淹了你。娘，我坐那上面去吧，咻的一下，他就能把我送到如意哥哥的船上去。咻的一下，等你到如意哥哥的船上，能啪的一下摔成肉饼，再不然咻的一下，他还能把你丢进海里去喂鱼。那怎么办啊？黑虎本来在上空盘旋的，准备往海上去找他娘，都飞到半路上了，结果绵绵叫他，他又盘旋着回来了。绵绵让黑虎带上他一起飞过去，黑虎摸着爪子，他倒是想试试。黑虎老了，他提不动你。怎么会呢？先前他提别人还很有力气啊。可从这里到对面有那么远呢，你看看你自己，最近都吃胖了，长重了，黑虎怎么提得起呢？
我也没有很胖啊。在起飞之前，绵绵按着他，贴着他的鹰头，叽里咕噜的说了好些话，听得黑虎是一脸懵。等绵绵说完了，就摸摸黑虎的毛。好了，暂时就这些了，你帮我转达给如意哥哥吧。于是黑虎就依然一脸懵的起飞了。他顺利的飞到对面，在苏怀那艘船上的甲板栏杆上停了下来，一张望就看见苏怀跟剑争、剑霜。哎，他娘和兄弟呢？黑虎，这里。黑虎高兴地把头往陆瑶手里蹭，又把身子往如意怀里拱拱，然后他站在甲板上，半张着翅膀踱来踱去，鼓动着喉咙发出咕咕咕的叫声。可是绵绵妹妹叫你跟我说什么？黑虎精神振奋，如意见他反应，大概明白他是在传达绵绵的意思。黑虎又在栏杆上蹦跶了一会儿，咕咕咕的叫了一会儿，然后才停下来了，缩拢着翅膀，眯着眼睛蹲着。反正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。到底是个什么事儿？如意一样也没看懂。当然了，别说他看不懂，就连黑虎自个儿也没懂。如意便说了一番话，让黑虎回去传达给绵绵。黑虎继续一脸懵的起飞回去了。如意哥哥怎么说的呀？反正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，至于他怎么说的，我也不晓得。理解不了也不要紧，反正他有一大堆的话想跟如意哥哥说。于是他就又按着黑虎的头，贴着他的耳朵叽里咕噜的讲了一阵。快去跟如意哥哥说吧。黑虎就又不知所谓的去了。两人中间穿插了一个黑虎，语言不通，鸡同鸭讲，竟然也毫不影响，还能使得黑虎来来回回的跑好几趟。他要是能原原本本的给你传到如意那里去才怪了，你就不知道写个字条让黑虎带过去吗？可我要说的话很多，我字写的慢，要写很久啊。别说绵绵了，就连姬无暇都等得有点着急了，她也很想去见见她的好姐妹啊。后来姬无暇索性去问问邢渊，说绵绵心心念念着如意，要不要让她去见见。来都来了，对于孩子来说不见见也是很可惜的。见见无妨。那我送她见见。娘，有小船，是不是如意哥哥来了？是不是？你叫他看看，他应不应你呗？哥哥，绵绵妹妹，哥哥，绵绵，你一会儿把船蹦翻了，掉海里去喂鱼吗？快点，快点！陆瑶笑道：“别急，别急。”而后他又把船跟姬无暇的船挨上，伸手就将绵绵抱了起来，还在怀里掂了掂。又长大一些了。姬无暇拿船绳将两艘小船套在了一起，陆瑶便也过到姬无暇这里来，给兄妹两个腾地方。绵绵还没来的时候，就天天念着他的如意哥哥，眼下总算见着了，瞧他那股黏糊劲儿。真不知道他们长大了以后又是何光景。我想感情只增不减吧，就跟咱们俩一样。说不定又不完全一样。所以哥哥，我让黑虎跟你说了好多话，你都听见了吗？黑虎传达给我了。所以哥哥，你怎么又长高了？妹妹也长高了，只不过我可能长得快些。你还好吗？之前听说你受了欺负。我还好啊。娘说我们这个年纪打架是正常的，别人打我，我打回去就好了呀。如意见着他活泼可爱的模样，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损伤，总算是放心了。还有我的晨雪妹妹，你还没见过，严华姨姨家的，等你去我家，我带你去看。我虽没见过，但听说过，是阿随叔叔家的妹妹。对。主子，要不要邀请他们上船来啊？这天黑浪大，夫人和小公子在小船上也不安全。您是觉得他傻，还是觉得我傻？是属下失言。也是，那妖女脑筋好着呢，是绝不会到大爷的船上来的。是打算在那里过夜吗？看看现在什么时辰了。什么时辰啊？你不吵架，但不要影响别人不吵架。怎么，媳妇儿不回去，这边独守空床睡都睡不着了？你不回去，莫不是你房里人还睡得很香？那你不回去，就在那里过夜吧。我跟瑶儿有谈不完的话，我们不仅要在这里过夜，信不信我们还要在这里过年？要不要给你送桌年夜饭啊？你要是送来，我还不吃不成？你吃？你什么不吃啊？你才什么都吃！舅舅，你快呀！如意哥哥，你弟弟要是掉水里了，会淹死吗？不会掉的。那是什么功夫呀？你不是在跟你娘学吗？就是轻功。姨父舅舅，你有没有想我呀？
我想得很。我也很想你们呀。那要不要跟如意一起回船上，吃点东西，好好休息？你居心叵测，休想诓绵绵上你们大业的船。我诓他了吗？他去船上，难道不给他东西吃，不让他好好休息吗？姬无暇见苏怀拿桨，他立马也拿起桨来，两根木桨带着海水径直敲敲打起来。陆瑶见状有些头大，打吧打吧啊！一会儿这两根桨打断了，就用手划回去。继续打啊，把这船也打破了。如意和绵绵下去能把水喝饱。瑶儿他太碍事了，我划船都没法施展开，要不让他下去吧。就你会划船吗？要是没了你，这船不走了，太阳不出来了，天就要塌了吗？我真想撕了你这张嘴！要不你俩都下去吧。最后苏怀把两个孩子提了起来，一手抱了一个，小船上的空间才大了一些。哎呀，落水了呀！见证见双及时划着船来接应，先上去换身衣服再回吧。姬无暇也答应了。陆瑶和姬无暇带着两个孩子用夜宵，苏怀不参与，他坐在甲板另一边。舅舅吃鱼呀。绵绵，你别管他。舅舅不吃吗？他不吃，他要当神仙。你说不吃就不吃，我要吃。够了吗？你觉得够了吗？于是绵绵又分了点给他。陆瑶瞅着那一大一小因为分鱼不均而僵持着，苏怀想要大块的，绵绵就一点一点的给。他觉得给多了，又从苏怀的碟子里抓回来一点。你不是要给我吃吗？你屡次往自己盘子里拿，是几个意思？可是我觉得我给多了点啊。当然就要多吃的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再拿回一点点就好了。然后又伸手想抓回来一点。放下。为什么？还没有人能从我盘子里拿走一块肉。可绵绵却在他盘子里拿来又拿去的。可是没有分均匀。我不管，我盘子里的就是我的，放下。绵绵舍不得放下，他瞅了瞅那鱼肉，于是乎他探下头去，一口就把手上的鱼肉给吃进嘴里了。你是个人才。他再看看眼前这盘鱼肉，拿着筷子挑挑拣拣，似嫌弃的不行。舅舅，能帮我挑一挑吗？我为什么要帮你挑？瑶儿，我竟然看出他对绵绵有点纵容和宠爱是怎么回事？是我眼睛出毛病了吗？话说到此处，狗男人把自己盘子里的鱼肉挑完了刺儿，正推给了绵绵，绵绵也就自然而然的一手捏了他盘子里的鱼肉来吃，一手把自己的盘子推过去给他继续挑。主子，要给他们备船吗？方船给他们。苏怀没有松口，也就没人敢动。你听不见吗？而后火盆里的火苗随风一颤，方才坐着的位置上就已经空了。陆瑶转瞬就到了苏怀跟前，毫无悬念的，陆瑶把苏怀揍了一顿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夫人叫放船给他们，都听不见吗？见证见双立马去照办了。哎，谁叫主子打不过呢？瑶儿，你功力又长进一截啊！这都是谁的功劳？回去吧。那我们可就回去了。然后他拎着绵绵转头就跃下船去。绵绵妹妹再见，如意哥哥明天见。就这情形登不上岸，你还打算在这耗多久？等时机。对面有三师傅在，不会让你有这个时机的。苏桓，你还憋着别的招？此次你大张旗鼓的发动战船带兵渡海，却只带了区5、6万人，这5、6万人便是成功登陆，蓬莱军怕是也不是这个数。若有交战，则凶多吉少。你本意一开始便不是为了在这海上出战，你是在拖延时间。你想干什么？贸然交战，胜负难料，不妨先探探底。便是探底，你现在也探到了，为何迟迟不肯离去？让你多跟你的好姐妹叙叙，也让如意多跟她的妹妹玩玩。我猜你应该是在南怀之地布下了兵马吧？苏怀也看着他，不言语。苏桓，我说的对是不对？你猜的有理有据。你以为你能想到这一点，我三师傅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吗？你看对面的蓬莱军守着阵营，海船排列，阵仗颇大，可你的船连靠岸登陆都不行，更别说在这海上派人潜过去摸清对面的情况。
你确定蓬莱军集结在此，而三师傅丝毫没有做其他的安排吗？从南怀入蓬莱，所至之境皆是蛮荒，水怪猛兽不在少数。你若真派兵前去，绝非好事。你对那边倒是知晓些。早年间曾跟我大师傅经过那儿，你都没跟我说，你也没问。我奉劝你赶紧把人撤回来。这是男人的事。听你这话，你是打算一门心思干到底了是吗？你看我哪次没干到底？甚好，这次你有本事就干到底。夫人呢？见生见双一时答不上来，苏怀身形微微一滞，回头看向他们时眼神立马就变了。属下这边去找夫人和小公子。几天的时间里，他把方圆100里内的海岛全都找遍了。这些天，狗贼就像打了鸡血似的，昼夜不休。我不晓得你们到底是怎么谈的，瑶儿也从来不会冲动行事。这回他走了，肯定是不想再管你在做什么。既然他不管你，当然也不会让你再管他做什么。你就继续疯吧，看你疯到最后妻离子散，只剩下孤家寡人，也是你活该。两人难得没有吵起来打起来，等这座小岛找遍了，又去往下个地方，转眼就过了10天半个月。这海上时有渔船经过，苏怀的船就去把海岛附近所经过的所有渔船都拦截下来，询问陆瑶和如意的下落。终于在某个渔船上问到了结果，原来数日前渔船从这海岛经过，接走了一对母子，搭了一乘顺风船，他们已经回大业的海港去了。苏怀命所有船回家，等顺利抵达海港以后，他第一时间回京一看，陆瑶和如意并没有回家，管家也很纳闷，为什么相爷会一个人回来。苏怀没多耽搁，随即又离京而去。姑娘没回来啊？薛大夫呢？薛大夫在外面游历去了，也没有回来啊。为此，小童们还带着苏怀回药谷去确认一遍，药谷里确实除了他们以外再无旁人了。出发去乐山。娘，到处都是我们的画像，是爹在找我们吗？只能说你爹下面的狗腿子众多，但办的都不是什么人事儿。如意点点头，也是，因为这一路走来就没有一张画像是把他和他娘画对了的。有些人啊，你对他好言相劝他不听，非得打整一下他才知道着急呢。这种人通常就是贱骨头，而如意他爹就是贱骨头中的贱骨头。那我们要去哪儿？去找你二师公啊。薛胜看见陆瑶带着如意找来时还很诧异，徒儿，你不是跟贤侄一道去蓬莱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现在官府和江湖上都在找你们娘俩呢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啊，此事说来话长。说来话长就不要说，走，咱们去最近的官府，贤侄要是收到消息，立马就能赶来与你们团聚。倒也不用。不会真如传言说的那样，你俩真是跑出来的？不必管他，随他去找。怎么回事啊？是贤侄惹托你生气了？也没有，无非就是给那狗男人找点事儿，免得他闲得发疯瞎折腾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道不同不相为谋。哎呀，你们道不同是1-2天的事吗？你们什么时候这条道上过？不也照样谋出个如意来？现在如意都6岁了，说这些会不会太晚了？我带如意去拜师，想请二师父引路。也罢，既然徒儿你提都提了，我也不能袖手旁观。小如意的事儿就是师公的事儿，为了小如意的将来，师公无论如何也得帮这个忙啊。之前我听你们不是去蓬莱了吗？绵绵在蓬莱受人欺负，贤侄气疯了，要去给他讨公道呢。带着大军乘船渡海去给绵绵讨公道吗？确实啊，听起来有点离谱。照绵绵爹娘那性子，能是让绵绵来受欺负的样子吗？贤侄还去讨什么公道呢？他说绵绵就是他的亲干，他的宝，谁敢欺负他，他就弄死人家全家。这不就带兵去干蓬莱了？贤侄委实是个实干型人才，所以徒儿你看不过眼就回来了。他干他的，要上天我也不管，我带着如意做该做的事。你们娘俩都走了，他哪有心思？现在举国皆知，贤侄撤兵回来找妻儿了。只不过贤侄这人呢，本就是干这些事儿的人，这一点呢，徒儿你得理解。你嫁的是个什么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要是能劝他弃恶从善，洗心革面，那他还在朝堂上干什么？干脆回老家种田算了。至于邢渊那小子，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你更不用担心你三师父会吃亏。
我理解，所以我没干涉，不是回来了吗？贤侄除了野心大了些，爹还是个好爹，丈夫也是个好丈夫。徒儿，你莫把他踹了。我踹得掉吗？哎呀，你我师徒也只是说这2句闲话，你大师傅不在，我不得替他看着点你吗？我知道，二师父不必担心。二师公安心，爹娘他们很是要好。那可不是，你爹娘走了一些艰辛路才到的今天。随后路上，薛胜就给如意讲他爹娘以往发生的事儿。如意，你进了那山门以后，当了那里的弟子，可就不能频繁归家了，也不能日日见到你爹娘了。或许你1年或者好几年才能回去一趟，你待得住吗？是不是等我学成了，我就可以自由下山了？你师父若说你可以出师了，那你应该就可以下山了。那我一定会尽快学成的。有志气，只要你勤学好钻研，以你的资质，花的时间定是比师公我还要少的。眼下门中并未到开门选拔弟子的时候，想要入门拜师，还是等到了时候再说吧。你问都没问，怎知我们是来入门拜师的？这还用问吗？我们是来拜访原家主的。那就更不可能了，家主岂是谁随随便便就能见的？快走吧。只不过他才有一动作，薛胜反手就扣住他的手腕，另一只手顺时往的腕上扎了2根银针，只还来不及出声，薛胜就丢了一枚药丸进他嘴里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一点小意思，眼下还只是手麻，若是不及时处理，1个时辰以后，这条手臂便会血脉阻塞而坏死。去通报家主吧，你们家主能治你。那弟子转怒为惧，回头就往山门台阶跑。薛胜冲他背影道：当然你也可以报我的名号，薛胜。家主请3位朋友一见。有兰了。行吧，今儿个就到这里。随你娘去吧。师公不跟我们一起去吗？二师父好容易来一趟，不妨进去，也好观一观如意的拜师礼。都到了山门口了，他到底还是没有勇气再往里踏一步。路遥也不好再勉强，那二师父可否在山下镇上等等，等如意的事安排妥当了之后，我再与二师父一同离去。行，你去吧。于是最终，路遥带着如意进了山门，薛胜只在门外看了2眼。见过袁前辈，冒昧前来叨扰，给前辈添麻烦了。这话说的见外了些。这孩子长得越发伶俐了，不是说等他满7岁过后再送来，缘何提前了？原定是等他7岁，实际情况他比想象中成长得更快一些。看来你是已经提前给他打好了基础。就你们吗？薛大夫没进来。二师父有旁的事，便没有一起进来。很快，整个袁氏门中就都知道家主要亲自收徒一事了。这对于袁氏其他所有人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十分震惊的消息。听见没？袁氏山门里敲钟了。这袁氏的钟1年都响不了几回，这是有什么大事吗？袁氏家主收徒，算不算大事？你如何得知啊？嗨，我自有我的门路。袁氏家主隐世而居，可从没听说他收过什么徒弟，而今开始收徒，不知他那徒弟是何等的天赋异禀啊！能被他看上的，那自然是万里挑一的孩子。阁下怎么知道？而且还知道是个孩子？这有何好说呀？可想而知是个孩子嘛，孩子才能从小学着走，可比当然好教多了。兄台这话说的在理，我还知道那孩子是袁家主亲自要来的，就那孩子的天赋，还有好几处都想收他做徒弟呢。原来如此，再多嘴问一句，阁下可知是哪家的孩子？会不会是我家呢？贤侄还是低调些，莫要人认出来，这可对如意不好啊。我是给他丢人了吗？这话薛胜一听就晓得这小子是怨气冲天呢，也难怪，媳妇儿子跑了，他追了一路，放谁心里过得去啊？最近视频更新慢，是因为小编在陪表妹找工作，想找大牌民企，推荐58同城，正规有保障，线上面试入职快。哎呀，贤侄这是几天没合眼了，眼睛都熬得这么红了。
要是薛大夫路上报个信儿，我眼睛应该没这么红。哎呦，贤侄可不要误会啊，你们不是去蓬莱了吗？我自个儿游历的好好的，是徒儿先找到的我，非叫我带他们到这里来，我这也是没有办法。我这一路上啊，都千方百计的想给贤侄报个信儿呢。一路上伪装成爷孙三人，生怕被发现，这是想要报信的样子吗？哎呀，这也是我徒儿的意思。不信啊，你回头问他。他娘俩呢？山上呢。你今日倒是赶得巧，恰恰赶上了如意拜师。你这会儿上去，兴许还能赶得及。还请薛大夫带路。上山就那一条路，你自个儿去便是，我就不去了。我在山下等你们。我是个外人，他们不一定开门。今日我儿拜师，我若是一路杀上去也不太好。我也是个外人呢。薛大夫不是曾拜入园。行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于是两人走在前面，见钟见双一丝不苟地跟在后面，四人一起上山。